正在踌躇之时，第二个电话又来了，说：“陈先生，你还不走，当心3套头。”说罢，对方就收线。所谓3套头，是捉到宪兵队，先要来3套刑法，都是残忍无比的。这样一来，我格外着急了，穿上了衣服，便对家人说：“我要到青浦朱家角去看一个急诊，几时回来没有一定。”说罢，从抽屉中取了100元钞票就走。走到门口，见到我的挂号先生，他是苏州人。我问他，搭船到苏州去，在什么码头坐船？他说，往苏州的小船停泊在天妃宫桥渡苏州河边，9点钟就要开船的。我说知道了，顺便告诉他我要离开上海几天，请我的门人张青云代诊。说完，我就扬长而去。我叫一辆黄包车过天妃宫桥，一路在想，尹凤吉的本人连认识都不认识，更未参与其事，照理不会牵涉到我身上。不过朝鲜人姓金、姓朴、姓尹、姓李的人，我都交换过名片，要是日本人在他家中搜到一张我的名片，便会滥捕无辜，宁枉无纵，也有可能一旦被捕，就要饱尝3套头的苦刑。所谓3套头，一套是用老虎钳拔指甲，一套是灌自来水，另一套是坐老虎凳。想到这里，就毅然决然登上了到苏州去的内河篷船。因为那时节火车路轨已炸断，交通还未恢复。在踏上船之前，我说要买官舱票或头等票。船上人说，大少爷，这里是不分官舱和头等的，一律睡地铺，不过现在火车没有开，票价要加1倍。正在谈话之间，只见到远远的开来一辆军车，车上2个日本军人，中间有一个老人穿上了老棉裤，裤脚管扎上2条带。我仔细一看下身，完全像我诊所中的挂号先生装束，心想他们已追踪而来，不禁头部一昏，摇摇欲坠，也没有心去看这人是不是我的挂号先生，也可能挂号先生走漏了我的消息，被他们押着来领捉我。幸亏这辆军车一到了天妃宫桥渡，转了一个弯，没有扑向我身边来，这才胸前放下一块石头，略微清醒了些。原来50、60岁的老人都是这般装束，并不是我的挂号先生一人为然。惊魂甫定，就向船棚中一钻，捡了一个靠边的地方，倒下来便睡在船板上。自己想想也觉得好笑，何以向来镇定自若，如今乱到这般光景？原来这种船的设备简陋到极，全部是筒舱，大家好像沙丁鱼般的一排一排睡在地上，多数是苏州人赶着回乡，一切旅行设备简单之至。船上不但没有枕头被头，连茶杯热水瓶都要自己带的。好容易等到开船，心才定了下来。旅途寂寞，邂逅丽人船一开以后，由于心定关系，游目四顾，才知道船上一共有50多人，分成2排，挤挤迫迫地压在一起，多数是劳工阶层中人。对面2人睡定之后，除了袜，大擦脚趾丫，臭不可当，全船的人视若无睹，若无其事。而睡在我旁边的一人，又是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泥木匠般的工人，赤着脚也揉起脚趾丫来。我觉得这般环境真不好受。忽然间，有一个妙龄女郎捏着鼻头吵了起来，而且操着吴侬软语骂这些毫无礼貌的乘客。她一眼望到我，竟然叫我陈大少，你怎么大少爷落难
也会搭这种龌龊船。我抬起头来对他看了一眼，似曾相识，但想不起他是谁，因为病人多，他们认识我，我却记不清他是谁。正在诧异之间，那妙龄女郎竟然走了过来，说：“我的睡位旁边臭是臭的来，连隔夜饭都要呕出来。陈大少，侬这里阿好让我扎一扎。”说时他就一屁股坐下来，但是船上已挤得很，实在无插足之地。我就和邻座的那位泥水匠工人说：“你可不可以和这位小姐换一个位子？”那个工人初时面有难色，那位女郎立刻拿出2只橘子出来说：“老伯伯，这是送给你吃的，可不可以行个方便？”那老年工人见到这般模样，就拿了包袱和这个女郎换了位置。他连声称谢，便横了下来，钻在我身旁。我就和他攀谈起来，问他侬姓啥。那女郎对我说：“我是云南路惠乐里巧云堵阁小阿院，我到你诊所看过好多次病，侬哪能忘记在？”同时他对我身旁看了一眼，问我为什么不带行李。他说：“侬哪能咽下去？”我说：“我因为要到苏州去看病，匆匆忙忙一样都没有带，也不想到船上样样没有的。”他说：“现在冷得很，过关的时候检查起来可能要5、6个钟头。本来今晚可到苏州，但是要是扎关麻烦的话，要在船上过一夜也说不定。”我一听到查关2字，就问他苏州河中哪里有关。他说：“打仗之后，萝卜头指日本人在阳澄湖口设了一个关口，进进出出的人都要查。现在火车不通，小船有几百只，所以查起来时间耽搁很长。”我听了他这番话，不觉心里一寒，想起来还要过一个关口，不免有些惊惶起来。幸亏那个姑娘一路上有说有笑，许多寂寞烦恼都给她冲淡了。那小船行得好慢，只见别的小船都有小汽船拖着走，所以都快得很，这样更觉得自己的船慢，心里非常着急。那小姑娘竟然能够见貌变色，问我：“陈大少，侬有啥亲眷在苏州生病，使你这样心神不定？”我说：“我到苏州实在另有要事，你到苏州又为了何事呢？”他说：“自从东洋人打仗以来，我家粮食已断，日夜盼望我带些钱回去。”我就问他，到了苏州码头上护龙街是否有车子可搭，我是走不动的。他听了我的话说：“好极了，码头上可能有出租的马车等着，我陪侬一道去。我家就住在护龙街附近，我要你的马车弯一弯，请侬送我进去，能在我家中坐一坐，可以让我咂些面子，风光一下。”我说：“好的，一言为定。”